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， 接下来介绍这位萌物，贡献笑点可不少。他就是小智在阿鲁拉地区最早收获的宝可梦，草系御三家之一的木枭。木枭的出场就注定了它不是一只平凡宝可梦，身为一只算是猫头鹰吧，但却跟一群我也不知道是啥的东西，反正不是同类的物种生活在一起。也不知道木枭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，可能是和他一样迷糊的家长把蛋放错地方了吧。木枭和小智第一次相遇在日月第4基地，当他误将马尔的甜甜竹当作是水果想要吃掉它，结果理所当然的就被打飞了，木枭直接晕了过去，这让小智对他产生兴趣，并且给了他一顿大餐。木枭补足了体力后就准备飞走，吃了我们自己的食物就想跑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小智很快就跟了上去，因为他动了想要收服木枭的念头。后来火箭队想要抓住木枭的同伴，在小智的帮忙下，木枭打跑了火箭队。小智看着他们一家齐动容的样子，也就打消了收服木枭的念头。但是木枭却已经想要跟随小智了。最后在冲嘴大佬的鼓励下，木枭成为了小智的宝可梦。收服木枭之后，木枭便一度成为了日月中的卖萌担当，他的萌点一下子可说不完。首先，木枭很迷糊，也很懒散，和图鉴上说的白天睡觉晚上精神设定不一样，他是不分昼夜的在睡觉啊。那木枭到底是有多喜欢睡觉呢？拿一个日常例子来说，每次小智大声喊他起床，他就会惊醒，但不久后又能够睡着，即使被火箭队抓住了，他在笼子里面也能够睡着，真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在109集中，大家都在沙滩上玩耍，唯独木枭不见了，结果宗野狼人却在一旁泡的洞里面发现他，大家非常惊讶，他究竟是怎么躲到地下去睡觉的？甚至在阿罗拉联盟中，面对强敌居社树枭，木枭居然打着打着就睡着了，这心多大才能办到的哦？另外，木枭不仅贪睡还贪吃，虽然总是在睡觉，但是唯一能让他秒醒的方式那就是开饭了。被小智收服后，罗托古图鉴都曾经感叹到他的食量和进食速度的惊人，而且他也护食。45集他在吃饭的时候，小幸运在他面前好奇的看着，他似乎是担心小幸运会跟他抢吃的，于是不断的拉着碗移动。不过小幸运似乎觉得很有意思，也跟着凑上来，结果木枭不断的转圈，把自己给转晕了。不过虽然木枭既贪吃也贪睡，但是他的战斗力也是不错的呢。在第9集，他轻松的利用树叶做掩护，直接偷袭击败了猫鼬少。第10集，他故技重施，打赢了哈拉的好胜期。这个说一下，这个偷袭的毛病有必要改一下。35集中，他火斑喵合作，木枭抓着火斑喵进行高空的合力攻击，成功击败了霸主蓝桃花，小智拿到了草贼。36集中，他演狗狗对抗利兹的大长尾鳖和宗野狼人，在小智的指挥下，成功躲过了宗野狼人的岩石贼，并使用草贼击败利兹的大长尾鳖。当然，最值一提的还是木枭和劲敌哈乌的居社树枭的对战了。之前他们双方已经打过2次了，1胜1负，所以当联盟赛上要正式对决的时候，木枭非常激动。为了打赢这个劲敌，冲嘴大鸟一家也赶来帮忙了，并赠予了木枭一件类似居社树枭的战袍。另外，冲嘴大鸟还教他学习了羽毛舞，这些都在他的对战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开始因为力量和速度上的差距，木枭完全不占优势，而且战袍则由木枭用作金蝉脱壳道具，防住了居社树枭的贼招式，木枭才不至于落败。后来在双方都残血危急关头，木枭终于成功使用羽毛舞躲开居社树枭的神鸟猛击，并且抓住这个空档使用有鸟一击制胜，可以说非常了不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好像是小智宝可梦中第一个1段就打赢自己3段的宝可梦吧。木枭的人气在小智日月里收服的宝可梦中无疑是非常高的，尤其是在旅行中。起初因为小智的飞行级宝可梦必进化的原因，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木枭进化，毕竟进化之后就很尴尬了。不过还好，木枭之后吞下不变石，所以再也不用担心他进化了。在联盟结束后，木枭已留在了库库伊博士的研究所里，最后一幕他还是本性不改的在睡觉呢。最后关于木枭还有一个非常玄学的设定，那就是和他当过室友的宝可梦都进化了。小幸和他一起住在包里一段时间后，就进化成了太阳神索尔加雷欧。梅鲁坦和他在包里待一段时间后，又进化成了梅鲁梅塔。好了，关于木枭的介绍就到这里了。至于木枭会不会回归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。